暴跌 35%， 最危险的泡沫崩了，发生了什么？曼联股价狂飙，英国首富厮杀中东富豪，最危险的泡沫突然出现了破裂的信号，比次贷危机更猛烈的暴跌直击美国楼市。据 Wall Street 的最新数据显示，2023年1月份，旧金山湾区的房价中位数环比下跌 8%， 同比下跌 17%， 相比2022年3月的峰值，累计下跌幅度达 35%， 甚至比次贷危机时期的房地产泡沫破裂来得更猛烈。当前，全球体育界正在关注着一场世纪大收购。2月18日，卡塔尔伊斯兰银行 KIB 主席、王室成员古西姆王子正式确认提交了100%收购曼联的报价，其竞争对手是英国首富、化工集团盈利室创始人詹姆斯·拉特克利夫。据法国媒体 Foot Mercato 的最新报道，拉特克利夫竞购曼联的报价为40亿英镑，约合人民币330亿元。另外，美国军方的一则回应也引发热议。当地时间2月17日，《纽约时报》援引一名美国军方官员的话称，本周五，美国停止了对军方击落的2个不明飞行物的搜索，意味着这2个不明飞行物可能永远无法被找到。分析：罕见暴跌 35%， 作为美国房价最高的地区之一，旧金山湾区房价突然出现剧烈下跌，下跌的速度甚至比次贷危机时期的房地产泡沫破裂来得更猛烈。据 Wall Street 的最新数据显示，2023年1月份，旧金山湾区9个县的房价中位数环比下跌 8%， 同比下跌达 17%， 相比2022年3月的峰值，房价中位数累计下跌幅度达 35%。当地房价中位数从154万美元下降至100万美元。每年春季通常是北美房地产的销售旺季，按理说，目前旧金山的房地产市场已经进入销售旺季，因此2023年1月的房价暴跌出乎市场意料，也或许意味着美国房地产市场泡沫已经传来了破裂的信号。在这一轮暴跌之前，美国楼市尤为疯狂。据标普 Correlatic 凯斯席勒全国房价指数更新的数据显示，美国2022年3月全国房价指数同比上涨 20.6%， 直接刷新了过去35年的最高增速纪录。当时全美的平均房价较2012年波底的累计涨幅一度超过 100%， 但自2022年以来，美联储激进的加息风暴不断推升美国的房贷利率，导致美国楼市的泡沫迅速降温，甚至濒临破裂。同时，美国人对楼市的前景也变得非常悲观。据信用卡及抵押贷款金融服务公司 NordWallet 的一项调查显示，67%的受访者认为美国房地产市场崩盘在未来3年内即将到来。而旧金山面临的问题或许更为残酷。由于硅谷大规模的裁员潮尚未结束，越来越多的人正在离开旧金山。2020年至2022年3年期间，旧金山市的人口就减少了大约 5.6 万人，而同期则有大约 1.2 万套新房竣工。从人口角度看，当前的人口变动并不足以支撑昂贵的房价。加州房地产经纪人协会副总裁兼首席经济师 Jordan Levine 表示，最近几个月的裁员主要是在科技领域，致使高价位住房市场的销量和价格下降。最为明显的是旧金山湾区的房子。Levine 预计，在2023年余下的时间里，预计加州房价将继续疲软，市场将在未来几个月看到更多的价格下调。更值得注意的是，与上一次房价大跌相比，这次旧金山湾区房价的暴跌来得更为凶猛。在2007年开始的上一次房地产泡沫破裂，从2007年5月至2009年2月，湾区房价在下跌了 59% 之后触底。在这期间的前10个月中，当地房屋中位数价格仅下跌了 23%， 而这一次10个月的时间就已经下跌了 35%。英国首富厮杀中东富豪。当前，全球体育业正在关注着一场世纪大收购。2月18日，卡塔尔伊斯兰银行 KIB 主席、王室成员古西姆王子正
正式确认提交了100%收购曼联的报价。古西姆王子将通过新设立的92基金会展开收购。同时，这位财大气粗的卡塔尔富豪强调，这笔交易不会用到任何融资杠杆。而在此前，英国首富、化工集团盈利室创始人詹姆斯·拉特克利夫也宣布了收购曼联的意向。据英国《太阳报》报道，拉特克利夫的总资产达到150亿英镑，约人民币1246亿元。一生都是一名曼联球迷，意味着这场世纪大收购的厮杀角逐的对手是英国首富与中东王室土豪。据法国媒体 Foot Mercato 报道，拉特克利夫竞标收购曼联的报价为40亿英镑，约合人民币330亿元。值得一提的是，古西姆家族在英国拥有庞大的商业布局。据公开资料显示，古西姆是卡塔尔前首相2007到2013和外长1992到2013哈马德的儿子之一。哈马德曾领导卡塔尔投资局 PIA 在英国市场大举扫货，买下包括伦交所、英国第一高楼碎片大厦的部分股权，以及一系列英国核心资产。天空体育频道主持人 Pavel Sohiko 表示，他得到消息称，卡塔尔王子准备将曼联产生的所有利润全部返还给俱乐部。92基金会，他并不是为了赚钱才来收购曼联，这么做只是因为他是曼联球迷，意味着卡塔尔王子似乎完全没有准备从这笔交易中赚钱，这也可能令英国首富难以招架。曼联是世界最知名的足球俱乐部之一。据德勤公布的2022年德勤足球俱乐部财富排行榜显示，曼联以6.89亿欧元的收入排名第4。另外，曼联是世界上最受欢迎的球队，仅其社交媒体粉丝数就有1.4亿，全球排名第3。受到收购消息提振，截至2月17日收盘，曼联股价在过去3个月的时间里已经翻番，最新总市值达到43.38亿美元，约合人民币300亿元。这笔世纪交易的最大赢家或许是曼联的实际控制人格雷泽家族。2006年，其以7.9亿英镑的价格买下曼联，且仅拿出了1.5亿英镑的现金，其余都是借款。期间，曼联偿还利息和分红总额已经达到15亿英镑。美国突然宣布停止当地时间2月17日，《纽约时报》援引一名美国军方官员的话称，本周五，美国停止了对军方击落的2个不明飞行物的搜索，这意味着这2个不明飞行物可能永远无法被找到。分析，日前，美国总统拜登表示，没有迹象表明另外3个被击落的物体与中国或其他国家的间谍侦察计划有关。情报界的评估认为，这3个物体很可能是私人公司、娱乐或研究机构的气球。这种情况下，美国军方为寻找这些物体投入的资源相对较少。另外，恶劣的地形和天气条件也是原因之一。报道称，美国当局一直试图在阿拉斯加州和休伦湖的偏远地区寻找其中2个不明飞行物，但一名美国官员于17日无奈表示，现实条件使确定这2个不明飞行物的位置太困难了。这名官员进一步表示，至于另一个在加拿大击落的物体，加方的搜寻工作仍在继续。报道披露，在美加边境附近休伦湖，美国海岸警卫队曾出动船只在水面和水下搜寻，但一无所获。美国海岸警卫队于本周4暂停了搜寻行动，搜索工作在周5被取消。在阿拉斯加，飞行员周5还在驾驶直升机徒劳的盘旋，也都一无所获。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人约翰科比周5也表示，这些物体可能永远不会被找到。